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中，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被无尽的信息洪流与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所淹没。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家们就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内心宁静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竟然与现代科学的严谨逻辑不谋而合。科学试图通过观察与实验来理解宇宙的运作规律，而斯多葛主义则教导我们如何通过理性来管理自己的内心世界。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对真理的极致追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焦虑、恐惧与挫败感时，科学提供了生理与物理上的解释，而斯多葛哲学则赋予了我们心理上的防线，让我们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清醒。你是否曾感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知的挑战或是一次意外的打击？这在神经科学中被视为大脑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但在斯多葛学派看来，这正是我们失去了对理性掌控的时刻。科学告诉我们压力的生物学机制，而斯多葛主义则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心理作业系统，让我们能够重新夺回对情绪的主导权。塞内卡曾经说过，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比在现实中还要多。这句话在现代心理学关于预期性焦虑的研究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当我们将科学的客观观察与哲学的内在修炼结合时，我们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这种哲学与科学的交织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探讨，它直接关乎我们每一天的生存质量。科学揭示了宇宙的因果律，告诉我们物质世界遵循着不可动摇的物理定律。同样的，斯多葛学派强调顺应自然，这意味着我们要承认并接受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外部客观事实。当我们试图对抗地心引力时，我们是愚蠢的。同样的，当我们试图对抗已经发生的事实或他人的看法时，我们是在浪费生命能量。这种对客观现实的敬畏与接纳，正是科学精神与斯多葛智慧共同的基石，让我们在面对逆境时拥有一种如同岩石般坚定且不可动摇的内在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像科学家观察实验数据那样，客观地观察自己的痛苦与挫折，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这正是斯多葛主义所倡导的视角转换。科学要求我们排除主观偏见，追求数据的真实性。斯多葛学派则要求我们剥离情绪的滤镜，看清事物的本质。当我们遭遇失败，科学思维会引导我们分析变量与原因，而斯多葛哲学则告诉我们，失败本身只是一个外部事件，真正伤害我们的是我们对失败的评判。通过这种理性的洗礼，我们能够将每一次打击转化为成长的数据点，将每一次痛苦转化为智慧的催化剂。当代量子力学与天体物理学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是如此渺小，而斯多葛哲学的宇宙视角正是这种科学认知的心理实践。当我们站在星空下，思考着数亿光年的距离时，生活中的琐事、职场的纷争，甚至个人的名誉，都显得微不足道。科学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宏观与微观的壮丽。斯多葛主义则将这种宏大的认知转化为一种深刻的谦卑与平静。马可·奥勒留曾提醒自己，要在脑海中频繁描绘整个宇宙的图像，这与现代科学鼓励我们探索宇宙奥秘的目的殊途同归，让我们从狭隘的自我中解脱出来。然而，单有知识是不够的，科学需要实践，哲学更需要应用。很多人误以为斯多葛主义是冷酷无情的，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极其温暖且具有生命力的力量。它与现代认知行为疗法有着深厚的渊源。科学证明了改变思维模式可以重塑大脑的神经回路，而斯多葛学派的每日练习，如早晨的预想与晚上的反省，正是最早的心理训练法。这种对心智的刻意练习，让我们在面对现代生活的混乱时，具备了一种科学家般的冷静与观察者般的深邃。我们不是在逃避痛苦，而是在用理性的光芒解析痛苦，进而超越痛苦。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将深入剖析科学与斯多葛主义如何共同构建起一套现代人的生存指南。我们不仅会看到艾比克泰德如何预言了现代心理学的核心原则，还会发现塞内卡的智慧如何与演化生物学产生奇妙的碰撞。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知识的旅行，更是一场关于心灵重塑的冒险。你将学会如何运用科学的逻辑去支撑哲学的信念，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那些经过千年检验的智慧工具。让我们放下傲慢与焦虑，以一颗谦虚且好奇的心，开始这场理性的修行，探索那隐藏在科学规律与哲学教诲背后的关于幸福的终极答案。这场探索的起点是我们要认清一个残酷但科学的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围绕着我们的愿望运转。科学揭示了自然的无情与规律，而斯多葛主义则教会我们在这样的自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认知的结合会产生出一种惊人的韧性。当你理解了基因的演化、神经元的放电以及宇宙的熵增，你就会明白，唯一能被我们真正掌控的，只有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与判断。这正是斯多葛主义的核心，二分法的起点，也是所有科学探索的终极归宿。在认清客观边界的基础上，发挥人类理性的最大效能，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资讯爆炸且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对科学的盲目依赖或对哲学的束之高阁，都无法解决我们内心的空虚。唯有将这两者结合，我们才能在冷冰冰的数据中找到生命的温度，在抽象的哲学中找到实践的动力。这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压力，更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的永恒的信心。当科学解释了是什么，斯多葛主义回答了该怎么做，这种强强联手将为你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武装，让你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泰然处之，活出一个真正自由且强大的人格。请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更深层次的对话。我们将打破学科的界限，将物理定律与道德原则、神经科学与心理韧性编织在一起。你会发现，原来古代圣贤的每一句教诲都可以在现代实验室的发现中找到支撑。这是一场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灵魂进化论，旨在帮助你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斯多葛生活方式。现在，请闭上眼，深呼吸，感受你体内那些微观粒子的运动，同时感受你意识中那股理性的觉醒。如果你准备好与我一起揭开这层面纱，探索科学与斯多葛哲学的深度交融，请告诉我，我们将继续这段智慧之旅。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多葛主义最核心的支柱二分法，并看看这套哲学工具如何与现代物理学及心理科学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有序的整体，遵循着严格的逻辑与因果律，这与科学对自然规律的追求完全一致。艾比克泰德曾精确地指出，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例如我们的想法、冲动与欲望，而有些事情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例如身体、财产与他人的评价。这种区分不仅是道德的指引，更是一种科学的生存策略，旨在将我们有限的心理能量精确地投放至那些能产生实质效应的变量上。科学思维的核心在于识别哪些是独立变量，哪些是依赖变量。当我们试图改变那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时，就像是在做一场注定失败的科学实验，不仅浪费资源，还会导致情绪系统的崩溃。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压力源时，大脑会分泌过量的皮质醇，长期下来会损害海马体并削弱判断力。斯多葛主义的二分法本质上是在帮助我们进行心理减压。通过主动放弃对外部结果的执着，我们实际上保护了大脑的功能，让自己在压力环境下依然能做出最科学、最理性的决策。让我们以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来做比喻，宇宙趋向于熵增，也就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如果我们试图强行控制外部世界的所有变量，我们只会加速内心的混乱与焦虑。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在内心建立一个封闭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我们维持着高度的秩序与理性，不让外部的熵轻易侵入。这种对内在秩序的极致追求，正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追求纯净环境的哲学版本。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的判断与行动时，我们就像是在混乱的宇宙中开辟出了一块属于理性的绿洲。
这正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安全感的唯一科学路径。现代行为心理学中的影响力圈理论，几乎就是斯多葛二分法的现代转录。科学数据显示，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可控范围内的人，其心理韧性与幸福感远高于那些频繁抱怨外部环境的人。当你因为错过航班、遭遇恶劣天气或被他人误解而愤怒时，你其实是在违反自然律。科学告诉我们，这些事件是多重因果链交织的产物，而斯多葛哲学则教导我们要像接受地心引力一样接受这些既定事实。当我们不再与既定的因果对抗，我们就节省了大量的认知资源，可以用来解决当前真正重要且可解决的问题。这种科学的接受并非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战略主动。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的视角会影响实验的结果。在斯多葛哲学中，我们对事件的评判决定了我们的心理现实。塞内卡曾建议我们每天都要进行预演不幸，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压力免疫训练。通过在脑海中科学的模拟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我们的大脑会逐渐适应这种刺激，从而降低正式面对危机时的杏仁核反应。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基于生物反馈原理的心理韧性增强术，让我们在危机真正来临时能如同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般冷静应对。我们必须明白，情绪本身也是一种生物化学反应，它遵循着演化心理学的规律。恐惧与愤怒在原始时代是生存工具，但在现代社会往往成为理性的障碍。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使用延迟满足与理性过滤来对待这些原始本能，这与现代神经科学中前额叶皮质抑制边缘系统的机制完全吻合。当我们感觉到情绪上涌时，斯多葛式的暂停给了前额叶皮质介入的时间。科学证明，仅仅是给情绪命名，就能降低杏仁核的活跃度。这种将抽象哲学转化为具体生物反馈的操作，正是斯多葛主义能在数千年后依然被溪谷精英与顶尖科学家推崇的原因。进一步来说，斯多葛学派对财富、名誉、权力的看法与现代社会学对享乐适应的研究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人类会很快适应物质条件的改善，随后幸福感会回落到基准线。斯多葛哲学家将这些称为首选的冷淡物，意思是它们虽好，但并非幸福的核心。这种认知能帮助我们避免陷入现代消费主义的死循环。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在优化我们大脑的多巴胺奖励系统。我们不再依赖不稳定的外部刺激来获取快感，而是通过实践美德与理性，获得一种稳定且可持续的内在奖励。这才是符合生物效益的长久之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监测系统来观察自己的心灵。每当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应该立即像数据分析师一样问自己，这件事是我能完全掌控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根据理性的演算法，对其投入情绪就是一种错误的资源配置。这种思维方式能极大地过滤掉生活中的噪音。科学让我们认识到宇宙的广袤与客观，而斯多葛主义则让我们在这份客观中找到主观的尊严。我们接受因果律的必然，但我们在因果链条的末端保留了做出理性回应的绝对自由。这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科学光辉。不仅如此，斯多葛派追求的淡定并非麻木不仁，而是一种高度的心理平衡状态，类似于运动科学中所说的流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运动员排除了所有干扰，全神贯注于当下的动作。科学研究显示，这种专注能显著提升表现并减少能量损耗。斯多葛哲学将这种竞技场上的专注扩展到了整个人生。当我们不再为无法控制的胜负、评价或未来忧虑时，我们就能在当下发挥出最高的智慧与效能。这就是科学与哲学在效能最大化目标上的完美会师，让生活变成一场受控且高效的艺术创作。最后，让我们记住，科学是不断修正的。斯多葛派也强调要根据新的理性认知来调整自己的判断。这种自我修正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最强动力。当我们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用斯多葛的心态对待生活，我们就不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落叶，而是在因果海洋中精准航行的科学家。我们敬畏规律，利用规律，
并在规律中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章的工具已经交给了你，现在请准备好进入更深层的实践，看看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现代挑战中运用这些古老而科学的智慧，应对更加复杂的生命课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斯多葛主义如何解析人类的社会本性，并将其与现代演化生物学及系统科学紧密结合。斯多葛学派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概念——亲近性，认为人类的天性是从自我保存开始，逐渐扩展到对家人、朋友、邻居乃至全人类的关怀。这与演化生物学中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惊人的相似。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能从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个体的强大，而是因为我们具备了高度的社会协作能力。斯多葛哲学则将这种生物本能升华为一种道德义务，要求我们在理性中认识到，伤害他人本质上就是在伤害这条维系我们生存的社会链条。当我们谈论斯多葛主义的社会观时，必须提到现代系统科学中的互联性。科学研究显示，全球生态与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且互相依赖的网络，任何局部的动荡都会引发蝴蝶效应。马可·奥勒留曾在其冥想中写道：“对蜂群不利的事，对蜜蜂也不利。”这不仅是哲学的洞察，更是对系统动力学的精确描述。当我们在现代职场或社交生活中感到愤怒与敌对时，我们的大脑正处于一种过时的零和游戏演化模式中。而斯多葛智慧教导我们切换到非零和的理性视角，明白协作与宽容才是最符合生物演化利益与群体生存规律的科学选择。现代神经科学中关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斯多葛派对同理心的看法。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这本是为了增进部落凝聚力。然而，过度的情感共鸣往往会导致心理耗竭。斯多葛哲学在此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缓冲，它教导我们要有理性的同情，这意味着我们理解他人的困境，并提供实质的帮助，但我们不让自己的内心平静被对方的负面情绪所吞噬。这与现代临床心理学中强调的情绪边界完全一致，让我们在保持人性温暖的同时，不至于因过度共鸣而失去理性的判断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们深入探讨美德在科学语境下的定义。斯多葛派认为，美德是唯一的善，而这在演化博弈论中被视为一种最优的长期策略。诚实、公正、勇气与节制，这些美德在短期内看似可能吃亏，但从科学建模的角度看，它们能建立起最高的信用资产与社会资本。科学数据表明，拥有强大社会支持与正直人格的人，其免疫系统更强韧，抗压能力也更高。因此，实践斯多葛美德并非一种刻板的教条，而是一种基于生命科学的自我优化。当你选择正直，你实际上是在优化你的生物生存环境，减少因欺瞒与愧疚带来的生理性压力应激。在现代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我们对名声与认可的渴求已经演变成了大脑多巴胺回路的成瘾。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将名誉视为无关紧要的优选项，这在现代行为科学中是极其有效的脱瘾疗法。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过度依赖外部评价时，大脑的奖励机制会变得极不稳定。斯多葛派建议我们专注于行为的过程，而非结果的评价。这与现代运动心理学中提升表现的目标设置理论如出一辙。当你专注于做一个正直的人，而非被认为是正直的人，你就夺回了大脑奖励系统的主导权，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了情绪的自给自足。科学也揭示了自然界的循环与转化，这与斯多葛派的永恒转化观点完美对接。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会真正消失，只是变换了形态。当我们面对死亡或失去时，斯多葛学派邀请我们观察大自然的规律，落叶归根化为肥料，水分蒸发化为云雨。这种对物理事实的冷静观察，能有效缓解我们对未知的存在焦虑。当我们明白自己是宇宙物质循环的一部分，我们对自我的执着就会减轻。这不仅是哲学上的释怀，更是对热力学规律的一种心灵实践。
让我们在广袤的宇宙时空中找到一种基于科学事实的归属感。此外，斯多葛派对当下的专注，在现代神经科学中被证实能显著降低默认模式网络的过度活跃。这个网络通常与白日梦、自我批评及对未来的忧虑有关。当我们练习斯多葛式的正念观察，我们实际上是在生理上重塑大脑，增强注意力的稳定性。科学数据支持，长期的专注力训练能增加大脑皮质的厚度。所以，当你提醒自己只活在当下这一个瞬间时，你并非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运用神经可塑性的原理，打造一个更强大、更专注的大脑硬体。这时你能在复杂的现代环境中具备更高阶的信息处理效能。我们还必须看到，斯多葛主义所倡导的世界公民理念，在当今全球化与科学合作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科学无国界，真理的追求不分族群，这正是斯多葛理性的最高展现。当我们以理性的眼光看待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迁或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会发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个人主义在科学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斯多葛哲学鼓励我们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地球，这种全景视角能激发出最强大的群体智慧与责任感。科学提供了数据与解决方案，而斯多葛哲学则提供了推行这些方案所需的道德勇气与全球视野。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我们常感到孤立与疏离，但演化心理学告诉我们，这种感觉源于我们与自然及社群的脱节。斯多葛主义建议我们通过理性重新建立这种连结。当你对路边的一棵树或是一个陌生人产生理性的观察与善意时，你正在激活大脑中那些古老的社群纽带。科学证明，这种连结感能降低发炎指数，延缓衰老。因此，斯多葛派的仁慈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长寿方案。它让我们在冷冰冰的科技社会中，通过理性的判断与行为，找回生物本能中最深沉的平静与喜悦，活出一种与自然律动同步的现代人生。本章的探索让我们看到，斯多葛主义绝非与世隔绝的苦行，而是一种深刻理解生物本能与系统运作后的高级生存艺术。它利用科学的逻辑去修剪那些野蛮生长的原始情绪，并用理性的灌溉去培育那些符合演化利益的美德。当你学会了像观察生态系统那样观察人类社会，你就会拥有一种超脱的智慧，不再被琐碎的冲突所困。这场智慧的对话即将进入最后的阶段，我们将结合所有科学与哲学的武器，面对人生的终极课题——时间与死亡。如果你准备好迎接这最后的升华，请告诉我，我们将完成这部理性的宏伟巨作。在最后这段旅程中，我们将跨越时间的洪流，探讨斯多葛主义最令人敬畏的两个核心命题：命运之爱与死亡冥想，并将其置于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的宏大尺度下进行检阅。科学告诉我们，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而人类的平均寿命在宇宙长河中甚至连闪电的一瞬都算不上。这种时空上的绝对悬殊往往会带给人一种虚无感。然而，斯多葛哲学却利用这一科学事实，教导我们如何通过视角的极致缩放，将这种渺小感转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当我们明白自己不过是星辰的暂时组合，那些困扰我们的荣辱得失便会在宇宙的背景辐射中消散于无形。现代物理学中的区块宇宙理论暗示，过去、现在与未来可能同时存在于四维时空之中。这一科学假说与斯多葛派对命运的理解有着神秘的契合点。如果时间的展开是一种必然的几何构造，那么抗拒已经发生的事，在科学上就是一种对物理现实的徒劳反抗。斯多葛主义的命运之爱并非被动的忍受，而是一种基于对宇宙因果律深度理解后的主动拥抱。当你学会热爱每一个发生的瞬间，不论它是痛苦还是快乐，你实际上是与整个宇宙的热力学演化站在了同一边。这种心态让我们从命运的受害者变成了宇宙演化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关于死亡，现代生物学给出了最冷静的解释：细胞的凋亡与物质的循环。
斯多葛哲学则将这一生物学事实转化为最强大的生活工具。尼采曾深受斯多葛派影响，提出永恒轮回的构想，这在现代多重宇宙或循环宇宙论中依然是科学讨论的话题。斯多葛派要求我们每天提醒自己我会死，这并非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利用稀缺性原理来提升生命的质量。科学证明，当人类意识到资源有限时，大脑会自动优化分配优先级。通过死亡冥想，我们实际上是在利用大脑的这一生物特性，强迫自己剔除生命中的琐碎噪音，将每一份能量都投入到此时此刻的价值创造中。让我们重新审视顺应自然这一斯多葛格言。在当今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的角度下，这具有了全新的实践意义。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为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我们践行节制，减少贪婪，这不仅是道德上的自我要求，更是符合地球系统可持续性的科学选择。一个具备斯多葛精神的现代人，必然是一个尊重科学规律的人。他明白欲望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内心与环境的双重失衡，因此他选择在一种动态平衡中生活。这种智慧让我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依然能保持生物意义上的清醒与健康，避免在消费主义的热力学荒原中迷失自我。在实践的层面上，斯多葛主义提倡的贫穷练习或艰苦训练，在现代运动生理学中被称为超补偿或激发效应。适度的压力与匮乏反而能激发生物体的适应能力与韧性。当你刻意洗冷水澡，忍受饥饿或放弃舒适的床铺时，你是在科学地重新设定大脑的多巴胺基准线，这让我们在物质匮乏时依然具备强大的生存力，在物质充裕时则能保持清醒的鉴赏力。科学数据支持，适度的物理挑战能增进长寿基因的表达，因此斯多葛式的自我克制实质上是一场追求生命效能最大化的生物实验，让我们在舒适的现代陷阱中始终保留着荒野求生般的内在强悍。当我们面对亲人的离去或自我的衰老，科学揭示了意识的复杂与物质的守恒，而斯多葛哲学则赋予了这场原子重组以尊严。马可·奥勒留曾将死亡比作一朵玫瑰的凋谢，认为这与开花同样是自然运作的一部分。这种看待死亡的自然主义视角，能有效降低我们边缘系统中的死亡恐惧，转而激活前额叶皮质的哲学思辨。当恐惧消失，理性便能接管最后的航程。这是一种基于科学认知的勇气，让我们在生命的终点不是带着遗憾哭泣，而是带着任务已完成的平静，像一位完成所有数据收集的科学家一样，安然地关上实验室的门。我们所处的宇宙是由无数精密的物理常数所编织而成的，科学让我们惊叹于这份精准，而斯多葛主义则让我们学会在内心也建立一套同样精准的逻辑。当你学会用理性的公式去推演情绪，用科学的视角去观察痛苦，你会发现生活不再是一场无序的混乱，而是一场可以被理解、被管理的盛大演出。你的心灵将成为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其地基是客观的科学事实，其城墙是坚实的斯多葛判断。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巨变，你内心的那个理性核心始终如恒星般稳定，向外辐射着智慧与安定的光芒。这就是科学与斯多葛哲学交织出的终极蓝图，一种基于现实、超越情绪、顺应自然的强大生命形态。我们不追求虚无缥缈的奇迹，我们只追求对真理的极致践行。当你关闭这个视频，走出房门，请记得你体内那些来自100亿年前星际爆炸的原子，也请记得你脑中那股能与古代圣贤对话的理性。生活依然会有不确定性，科学依然有未解之谜，但你已经拥有了一套最科学的导航系统。你不再畏惧命运的波涛，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观测风向，如何调整桅杆，并在每一场风暴中都能发现那属于理性的永恒的壮丽。现在让我们进行最后一次斯多葛式的呼吸练习。吸气时，感受大气中氧分子与肺泡的生化交换，那是自然的馈赠。呼气时，放下所有对不可控之事的执念，那是理性的释放。科学解释了这口气的来源，而斯多葛主义定义了这口气的价值。你是宇宙中一个觉醒的观察点，
是一个拥有神圣理性的生物实体，请带着这份双重的武装去面对你的工作、你的爱人以及你的所有挑战，去实践那种冷静的热情，去拥抱那种科学的慈悲。你的人生就是你最好的实验室，而美德与理性就是你提交给这个宇宙最完美的实验报告。最后，请不要忘记，这场修行的终点并非某个遥远的彼岸，而是你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心境。斯多葛主义不是为了让你成为神，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理性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当科学向我们揭示宇宙的广大，当哲学向我们揭示灵魂的深邃，我们终于明白，幸福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那个焦点。愿你像科学家一样求真，像斯多葛一样生活。如果你在今天的内容中找到了力量，请将这份理性的光芒传递下去。现在，请带着这份新生的力量去赢得你的人生吧。